最近的黄金市场，你是不是让你坐上了一趟惊心动魄的过山车呢？金价先像火箭一样冲上历史新高，让很多人看得热血沸腾，但紧接着又毫无征兆的快速跳水，把不少追高的朋友套在了山顶。我相信现在很多人的心里都在打鼓，这到底是牛市中一次千载难逢的上车机会，还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的开始？我是该果断抄底，还是应该赶紧离场规避风险呢？市场上充斥着各种矛盾的声音，让人头昏脑胀，不知道该相信谁。如果你正被这些问题深深困扰，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是为您准备的。我们拿到的是全球黄金市场的权威机构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报告。这份报告的标题就很有深意，叫做技术性难题。它不像那些媒体文章一样只给你一个简单的涨跌的结论，而是像一位专业的医生一样为黄金市场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也相当震撼。他认为10月份的剧烈波动更像是一场技术性的高烧降温而已，并不是基本面牛市的终结。无论您是寻找短线交易的信号的资深玩家，还是想搞清楚黄金长期价值，准备做长线配置的新手朋友，这份报告都能给你一个拨云见雾、看清真相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就一页一页的把这份干货满满的报告给大家彻底讲透。在分析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期的视频赞助商MyTrade。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操作黄金交易成本低又高效率的平台，那么你一定要重视MyTrade。我们先从成本说起。你知道在黄金差价合约交易中，点差就是你进入交易后首先要面对的成本。MyTrade 在黄金产品上采取浮动点差机制，同时承诺零佣金、零行情费。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平台收取额外隐藏的费用而担忧。MyTrade 平台受到4大国际监管机构的监管，并为客户提供$100万的资金安保政策，用户交易更加放心。在2025年也成为了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官方赞助商，品牌值得信任。接下来就是保证金比例。以黄金现货为例，MyTrade 平台的初始保证金比例可低至 1%， 也就是说用较少资金就能控制更大的头寸。对于资金有限但期望参与黄金交易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除此之外， MyTrade 的交易环境也具备新手友好与专业兼顾的特点，最小交易量低至 0.01 手起，平台界面清晰，指标齐全。那么在黄金交易上， MyTrade 是你值得考虑的平台。目前新用户开户成功后，完成交易任务还能领取$100的赠金奖励。别再犹豫，现在就点击下方的链接，了解最新黄金产品规格、当前点差、保证金比例、出入金详情，亲自体验一下这个高效的平台吧。风险与机会并存，机会不等人，你要先行动。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报告的第一页。文章开篇就点出了10月份的核心走势，10月逆转。报告提到，黄金在10月20日创下第50个历史新高，达到每盎司4294美元，但随后回吐了大部分的涨幅，最终收盘在4012美元，当月上涨了 5%。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美元小幅走强的情况下，以所有主要货币计价的黄金价格都上涨了。报告还提到了他们的一个独家分析工具，叫做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这个模型分析了推动金价变化的几个核心因素。模型显示，10月份的上涨主要是因为市场隐含波动率和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但同时动能的逆转，也就是可能出现了获利了结以及强势美元，都限制了金价的进一步上涨。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第一页的核心图表上，图表1。这张图标题是动能逆转和美元走强拖累回报，而地缘政治风险和波动性提振了黄金。这张柱状图非常直观地为我们分解了从去年11月到今年10月
每个月黄金价格的涨跌是由哪些因素贡献的。我们先帮新手朋友来简单解释一下这些不同颜色的柱子代表什么意思。紫色的经济扩张，通常经济好，大家风险偏好高，可能会卖出黄金去买股票，对金价不利。绿色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是很好理解，市场越乱，地缘政治越紧张，黄金的避险属性就越强，对金价是利好的。这包括亮绿色的利率和墨绿色的汇率，如果利率升高或者美元走强，持有不升息的黄金的成本就变高了，对金价是压力。浅紫色的动能可以理解为市场的趋势和情绪，如果大家都在追涨，那就是正的；如果出现获利回吐，它就是负的。浅灰色的残差就是模型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最后那条黄色的折线代表的就是每个月黄金的实际回报率。现在我们重点看最右边，代表今年10月份的这根柱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风险与不确定性这部分是正的，说明避险需求是推动金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但是动能柱子是负的，而且很长，清晰地印证了报告里面说的动能逆转，也就是大量的趋势交易者在金价冲高后选择获利了结。同时代表汇率的柱子也是负的，说明强势美元也构成了一定的拖累。像这样深入的多空力量的分析，我们都会在官方社群里面进行讨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的链接免费加入。最后这些力量相互抵消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黄色所显示的 5% 的月度涨幅。所以这张图告诉我们10月的上涨并不平坦，内部充满了多空力量的激烈博弈。接下来我们翻到报告的第2页，这一页的标题很有意思，叫做重置还是溃败。这里面直接点出了市场核心疑问，这一次回调是一次健康的调整，让牛市走得更远，还是一场更大规模下跌的开始。报告给出了几个关键的技术性结论。第一，之前的上涨趋势确实走得太快太远了，导致超买。第二，市场波动性急剧上升，和之前几次重要的顶部非常相似。第三，这暗示着市场需要一次暂停或者回调来消化之前的涨幅。但最关键的是第4点，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长期的动能卖出的信号，基本面依然稳固。为了支撑这些观点，报告给出了3个图表。我们先看第2页的表格1，标题是黄金在所有货币中均上涨，同时广义美元指数走高。这张图表非常重要，特别是对非美元区的投资者，它列出了黄金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多种货币计价的价格和回报率。我们可以看到10月回报率这一行，所有的数字都是正的，从 4.9% 到 9.3% 不等。这说明黄金的强势是全球性的，不仅仅是美元的弱势造成的。这对于理解黄金的内在强势非常有帮助。然后我们再看第2页的图表1，标题是黄金价格与其移动平均线的强大偏离。这张图展示了是黄金现货价格和它200日移动平均线之间的关系。对于新手朋友来说，200日均线通常可以被看作是判断长期趋势的牛熊分界线。这张图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浅色的背景区域，这个区域代表的是金价超过其200日均线 20% 以上的时刻。报告指出，从历史上看，每当金价进入到这个区域，都标志着市场进入到一个典型的过度拉升的极端状态。大家可以看清楚，在图表的最右侧，金价在10月的拉升中再次冲入了这片区域，这在技术上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市场短期内过热，需要冷却一下。再来看第2页的图表2，标题是黄金的 RSI 指标处于拉升水平。这张图分为上下2个部分，上面是黄金价格的走势，下面是非常经典的技术指标 RSI， 也就是相对强弱指标。RSI 是衡量市场买卖力量强弱的动能指标，
通常认为读数超过70就是超买，低于30就是超卖。大家看下面的这个 RSI 指标的走势，在10月份的高点，它也和价格一样飙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远远超过了70的超买线。这种情况和2020年、2022年以及2025年4月的几次阶段性顶部非常相似。像 RSI、移动平均线这些关键的技术信号，我们每天都会在官方社群里面进行实时追踪和解读。想第一时间跟上的朋友，可以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的链接，免费加入。所以图表1和图表2结合起来，从2个不同的技术维度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10月份的上涨确实太猛了，技术上需要一次修正。看完了第2页的过热信号，我们自然就会问，那么金价回调到哪里呢？我们来看报告的第3页，这里探讨的潜在支持位。首先，第3页的图表3，标题是斐波那契回撤设定了一个可能的底部。斐波那契回撤是一种常见的技术分析工具，用来寻找价格回调的潜在支持位。这张图表清晰地标出了几个关键的回撤位，如 23.6% 的回撤位在3729美元。报告的正文中提到，一个关键的支撑区域在3800美元附近，这里是55日均线和从2022年低点反弹以来的初步回撤位的交汇处。更重要的长期支撑则在3500美元，也就是今年4月份的高点。而这些都是我们在观察回调时需要重点关注的价位。接下来报告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就是类比信号。简单来说，就是去历史上寻找和当前价格走势长得很像的时期，看看当时后来都发生了什么，以此来预测未来。很多交易员都会凭直觉使用的方法。我们来看第3页的图表4，标题就很有启发性。4个类比中有3个指向下个月价格走低，但这是一个可靠的信号吗？这张图展示了4个历史上的价格片段，它们走势被电脑算法认为和当前最为相似。我们可以看到，这4个历史案例中有3个在接下来的20天之内，也就是图表横轴0点右侧的部分，价格都出现了下跌。只看这张图，你可能会觉得那未来下跌概率很大啊，但是报告上在这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暗示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这个问号的答案就在报告的第4页。我们直接来看第4页的表格2，标题是我们的分析表明历史类比作为预测工具的价值很小。这张表格就是对前面那种看图说话的类比分析进行一次严格的量化打假。报告回测这种方法的历史预测准确率。我们不需要看懂每一个数字，只需要关注准确率这几行。比如当3/4的类比信号指向下跌时，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在短期测试中它的准确率只有 47%， 这比扔硬币的猜正反面 50% 还要低。即使在其他情况下，准确率也大多在 50% 和 60% 之间徘徊，并没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像这种帮助你分辨市场的真假信号，避开常规投资陷阱，正是我们官方社群每天都在做的事。想加入的朋友可以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的链接。所以这个分析结论非常重要，那些看起来很像历史走势，对于预测未来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被那些看似历史将重演的说法轻易迷惑。这也将解释了为什么报告认为目前并没有一个清晰可靠的信号预示着金价会暴跌。在戳破了类比信号这个泡沫之后，报告的第4页的总结部分回到了基本面，这才是整个分析的核心。报告强调，尽管技术上需要回调，但推动黄金长期上涨的根本动力依然非常强劲。这些动力包括全球黄金 ETF 的需求，因为在股债相关性变高的情况下，黄金替代债券作为股票对冲工具的作用越发明显。宏观基本面依然对黄金友好，实际利率虽然高，但美元估值昂贵，信贷利差处于历史低位，
股市高度集中而且昂贵，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对未来更高价格的预期，这些都支撑着金条和金币的实物需求。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全球央行的购金行为正在扩大，并且对价格的敏感度在降低，这和我们看到的个人实物投资趋势非常相似。好了，朋友们，这份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我们就已经逐页逐图的解读完了。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份报告传递的信息就是，面对短期的技术性回调，我们无需恐慌，就更像是一次重置而非溃败。它可能为那些希望长期配置黄金的投资者提供一次更好的入场的观察机会。希望今天的深度解读可以帮到你更清晰地看懂当前的黄金市场。那你对黄金的后市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一定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精彩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